俄罗斯炸出来的蘑菇云正朝西欧移动，整个欧洲拉起了辐射警报。大家好，我是肖映华。俄乌冲突中，西方对乌克兰的不断支援，让俄乌双方的战斗更加的激烈。英国人为了祸害斯拉夫人，甚至偷偷运送了大批的贫铀弹，辐射整个俄乌边境乃至大半个东欧。然而这个骚主意却在不久之前俄罗斯的一场轰炸里炸懵了半个欧洲。这件事情其实发生在5月13号，当时俄罗斯对乌克兰西部的一处军事设施发动了轰炸，结果引发了巨大的爆炸，原地炸出了一个蘑菇云，甚至远在西欧的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都监测到了3.4级的地震波。而在事后，乌克兰西部的赫梅利尼茨地区出现了核辐射，调查发现这次俄罗斯轰炸命中了北约国家提供给乌克兰的弹药仓库，而仓库里面堆满了来自英国的贫铀弹，这才导致炸出了蘑菇云。在最开始，在俄罗斯和英国相互扯皮的那一阶段，俄罗斯说英国不怀好意运输贫铀弹给乌克兰，严重威胁环境和当地公众安全。而英国则狡辩说，贫铀弹是军事装备的标准组件，不是核武器。一般来说，到了这个阶段，基本也吵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双方打打嘴仗。结果戏剧性的一幕来了，按照俄新社的消息，由贫铀弹爆炸形成的蘑菇云，在大气中形成了一个放射性云。到目前为止，第一个遭殃的是波兰。波兰境内检测到的核辐射量逐渐增加，而根据增加数据的变动，可以断定云团正在随大气向西欧方向飘去。消息一出，瞬间引爆了欧洲舆论，让半个欧洲拉响了辐射警报。可以说，英国异想天开琢磨出来的骚主意没能祸害俄罗斯，反而成功祸害了半个欧洲。某种程度上来说，似乎也符合英国人一直秉承着搅屎棍的离岸平衡战略，反正总得祸祸欧洲。大家知道，贫铀弹用的主要成分是铀238，半衰减期极其漫长，是多少呢？是4.49乘以10的9次方年。换句话说，铀238的半衰减期是44.9亿年。想要等它自然消亡是不可能的，这一次对半个欧洲的祸害几乎是永久性的。而贫铀弹这种东西，它用联合国在2022年的评价来说，与其他放射性物质相比，贫铀弹的化学毒性才是真正危险的东西。最近的一次大规模使用记录是在1999年的北约轰炸南联盟时用到了大量贫铀弹，据称是15吨。其结果不光导致了南斯拉夫人开始频繁引发肿瘤疾病和癌症、白血病之类，包括驾驶轰炸机投弹的美国士兵也患上了肿瘤疾病。可以说，英国人偷偷给乌克兰输送贫铀弹是一个非常恶毒的计划。在执行的那一刻起，俄乌双方都没有赢家。英国人所谓的标准组件根本就是个谎言。美军对贫铀弹的管控非常严格，然而士兵依旧深受其害。我们就拿比较出名的 A10 攻击机来说吧，在美国内部 A10 有一个绰号叫弹弹杀手，因为驾驶舱下方是机炮口， A10 的机炮弹药是贫铀弹，而这种穿膛而过的贫铀弹带来的辐射会导致大量美军飞行员癌变或者是肿瘤，不得不深受其害。所以核生化武器在战场上一旦使用，没有赢家。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